先祖飞升300载，人间魔道肆虐。青云宗恳求先祖降下神迹，助我等度过此劫。云伯，365次了，你从黑发跪成白发，先祖悔过一句话吗？住口！青云宗的一切皆是先祖所建，老朽这条命也是先祖所救。300年，音讯全无。若今日真有先祖降临，我往后余生便视他为主。你们好啊！先祖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跪下！先祖降世了，天不亡我青云宗。这是先祖，跟古书上画的不太一样。不会错的，金光、异象、符文亮了，365次，今日终于。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这是青云宗战斗法相，进入战斗状态后自动变化的装扮，你果然是先祖大人。仙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300多年了，老奴等了你300多年了。等一下，老伯你先别激动。血煞盟那群魔崽子就在山下，300人，领头的叫血力，元婴后期，嚣张得很。仙人您来了就好了，你现在就去把他们灭了吧。现在去灭了他们？对呀，以前先祖大人们都是这样的。区区元婴，弹指可灭。仙人您请。弹指可灭？我他妈金丹后期，他元婴后期，差着2个大境界，谁灭谁啊？那个老伯，我觉得吧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，仙人，魔教已经兵临城下了。你看，您的战斗法相都亮出来了，直接上就行了。老奴给您擂鼓助威。等，老伯，你冷静一下。云伯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看出什么？他不敢。金丹后期的修为被我一剑吓退3步，听到元婴后期，脸色都变了。他根本不是不想出手，是打不过。白鹿，不得无礼！我说错了吗？你让他自己说，他敢去吗？云伯，靠人不如靠己。我有一秘法可燃烧精血，克制他们的血煞魔功，我定可以克敌制胜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他们修炼的是血煞魔功？对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8月15。血煞魔功在月圆之夜，修为会从元婴跌金丹，这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云伯，老奴在。你刚才说要给我擂鼓助威。是，老奴鼓槌都备好了。那就擂吧。什么？听我号令，开城门迎敌。云老头，这才多少年，你们青云宗已经沦落到这般地步了，只能靠着这个小白脸撑门面了。住口！雪莉，这位乃是先族降世的大人，你今日必死无疑。你说什么？先祖？300年前举足飞升的那个先祖？雪莉，既然知道本座是谁，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不滚，是想让本座送你一程。仙人，不能放他们走啊！血煞盟手上沾了多少条明命？现在退，本座可以不追究今日之事。装神弄鬼，就算你真是先祖又如何？老子纵横此界300年，什么阵场没见过？这是血力的成名绝技——血煞摄魂拳，300年来
四拳之下已葬送117位元婴修士。仙人，快躲开呀！夜煞拳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卧槽，还真有用！还好当年在仓库看过血煞魔功的信息，顺手记了一笔。血煞魔功，月圆之夜若遇太阴之力牵引，轻则境界对舞，重则经脉尽动。雪莉，你还要再试一次。仙族将士，天佑九泉大陆！战！血莉，带着你的人滚！你刚才说让我滚，有意思，真他妈有意思！我差点就被你骗过去了。你知道真正的仙族是什么样的吗？300年前，我亲眼见过10几个元婴期的魔修，在他们面前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。他们不会说什么废话，不会给任何人求饶的机会，他们会直接杀光所有人。你不是仙族，你只是一个知道的比旁人多一点的金丹期修士。介绍一下，血煞盟4大护法，个个金丹后期，同境界1对1，我或许不是你的对手，但现在5个金丹后期，你拿什么打？仙人快走！老奴这条命今日还了！你真走？打不过5个金丹后期，拿头打！你不是仙族吗？我这个仙族是水货，行不行？先跑再说。古书上说，仙族能从虚空中抓出各种奇怪的东西，你怎么不行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哪不一样？你试过吗？我怎么试？我连自己怎么来的都没弄明白，哪有时间试啊？没有。那就试。万一没有呢？那就一起死。前后都是死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背包、物品栏、仓库、道具栏、Ctrl B、Alt+F4不是这个，随便什么都好，求求了，给个面子。我操，还真有。副本镇魔塔首通奖励，全服47把。后来会长气胖把这把剑塞进仓库，没想到一保管就是3年。会长，你的剑，我替你试试威力。就这，掏出一柄破剑，真以为自己是仙人？老子这血煞幡可是999条人命练出来的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那再来试试。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仙人背后，柳云靴，盟战积分榜第1的奖励，特效只有1个字：闪，闪避率提升30%。怎么可能？斗嘴，瞬移，金丹期怎么可能瞬移？那靴子
那靴子是什么法器？血煞盟倾巢而出，被你一个小小的金丹期修士羞辱了！给老子死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此剑名段月，他有一个特殊能力——破魔，对魔道功法伤害翻倍。盟主，撤吧！撤！往哪撤？今日不杀他，来日他杀我们！你们以为他会放过血煞盟，会放过你们？把压箱底的东西掏出来，再藏着掖着，今天都得死在这儿！血煞诛仙阵，100年前，此阵一夜之间灭了3宗。方才1个血力你都想跑，如今5个，反而不跑了。方才想跑是因为怕，现在不跑是因为不怕。你且看好，这一追会很帅。给我死！破阵追，破！不可能，此阵可斩元婴，他不过金丹后期。仙族，他当真是仙族？999条人命炼藩，100年来灭门无数，你等手中无一不沾满鲜血。今日便以尔等之血祭那些枉死的冤魂，此剑名为诛邪。好帅！放下兵刃，回头是岸，执迷不悟者死！我们胜了！喂，放下来！别跑，我有苦要走！你们这群家伙！300年前，九玄大陆第1宗门青云宗全部家底，就剩下47个人了。宗主，老奴给您念念：灵田3000亩，荒位2700，剩下300亩，亩产不足100斤。库房灵石灵，丹药灵，法器3柄生锈铁剑，1把断弦弓。蒲山大阵核心灵石裂了3道缝，最多撑1个月。灵田荒废，人不够，300亩已是极限。亩产3000斤，种得过来吗？宗主，先凑合用，不够再拿。宗主可知血煞盟为何攻打青云宗？不为灵田，不为法器，为青云宗下面镇压的东西。300年前仙族亲手封印的邪神，血煞盟要破阵，放邪神。祖训，人在封印在，人亡封印也不能亡。仙族飞升后300年，天地有何变化？邪气日浓，封印松动，妖魔频出。天阴宗封山，灵药骨断传承，修仙界在死去。什么？我记得游戏里没有衰亡设定。这300年间，世界默默运转，开始出 bug。核心灵石能修吗？需3月，大阵只撑1月，差2月。灵石修阵，种子开荒，法器每人1把，剩下2月，我来想办法。此界
将亡。谁在说话？吾乃此界天道，吾之力已尽枯竭。你来自彼界，当知此界本相。你口中的世界 BOSS， 实为上古封印的域外邪魔投影。仙族及你等玩家击败他们，即是在加固封印。官服后300年，封印无人加固，邪魔死灰复燃，真身即将降临。吾耗尽最后之力，只够召唤一人。你3年后，邪魔真身降临，若不能在此之前击败所有邪魔真身，修复封印，此界一切生灵皆将被吞噬。我能回去吗？封印修复之日，便是你归去之时。此界存亡，系于你一身。白鹿，宗主他走了。我去找他。去哪儿找他？他没说，但我知道。太慢了，宗主。你的剑士白鹿，你忘带了。那就跟上。目标：天阴宗。什么人？天阴宗不接外客，尤其是男客。青云宗宗主林月，求见天一宗掌门。青云宗，没听说过，可有拜帖？没有。可有信物？也没有。那就请回吧。天阴宗不接待无名之辈。我弹指破血煞盟盟主血力，一剑斩5魔，就这样回去？那我这仙族当的也太没排面了。这位是仙族将士的大人。几日前，血煞盟血力率300魔修攻打青云宗，被我宗宗主一剑斩之。你确定要来？仙族，请进。你刚才是故意等他说完那堆话才开口的吧？宗主多虑了。仙族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请。掌门已在殿中恭候。白鹿，他们的眼神是不是怪怪的？谨慎为上。宗主大人，仙族驾临，天阴宗蓬荜生辉。300年前，仙族一位大人途经我天阴宗，与我宗立下婚约，约定仙族归来之日，便是迎娶我宗圣女之时。今日仙族亲至，可是为此而来？婚约？正是。300年之约，天阴宗上下从未敢忘。红袖见过夫君。红衣服就是好看啊。今日仙族亲至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便成婚吧。掌门，我等此次前来拜访，还有要事。夫君，这位妹妹是？她有主了。哦，仙君好福气，有如此娇俏的佳人相伴。2个女人在用眼神打架，而我站在中间，这就是修罗场吗？承蒙掌门厚爱，但我不是来成亲的，我是来谈合作的。不是来成亲的，那就是负心人了。天阴宗对待负心人只有一个字：杀。
我没想打呀，再打下去，谁去扛域外天魔？掌门方才说，天鹰宗等了仙族300年，不错。300年，只为等一个人来娶你们的圣女，天鹰宗的格局呢？你们可知我为何归来？因为此界将亡，3年后邪魔将醒，天下将倾。我归来不是为了娶一个圣女，是为了救整个九玄大陆。儿女情长固然美好，可若天下都没了，娶了圣女又如何？我负天道之托，踏破风尘，为的不是一桩婚约，是天下太平，是此界苍生。都退下吧。仙君可知天鹰宗山下镇压着什么？天鹰山下也压着一尊邪魔。300年前，仙族那位大人将邪魔封印于此，说日后会来彻底斩杀，并迎娶我。谁的恶趣味啊？可仙族一夜之间集体飞升，为了等那仙人，老身只能以自身寿元加固封印。再过1年，封印必破，所以只能让仙君你迎娶圣女。我等已做好玉石俱焚的准备。那300年婚约并非儿女私情，是那位大人留下的话。仙族归来之日，便是封印彻底修复之时，所以我们等整整300年。还只做了一半任务就退游，杀千刀的家伙！仙君若能修复封印，天鹰宗举宗归附，听你调遣；若不能，便请回吧。天鹰宗不值得仙君浪费时间。这是会长的虎啸佩，全服唯一的外观道具。他天天在盟群里刷屏，说天福宗声望刷到崇拜，掌门送的。掌门腰间这块玉，应该是一对的吧？仙君认得此物。见过另外一只。你认识展狂？他在哪儿？他还活着吗？300年前他说去就回，说等他把什么副本打完就回来娶我。他长得玉树临风，还是一盟之主，麾下3000兄弟风光得很，一定不会骗我的。而且他说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。玉树临风，他200斤，菜市场卖猪肉的，秃顶油腻男。游戏里他捏的脸是剑魔天花板，现实中他连脖子都快没了。他说等他回来，要带我去看灵虚的月光，要给我铸一把比青云还好的剑。仙君，你当真认识他？不太熟，就是有过几面之缘，点头之交。他长什么样我记不太清了。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这把剑是会长给我的，不然让他知道展狂退游了，号都卖了，那不是往人家心口上捅刀子吗？是吗？掌门，方才说的加固封印，需要我怎么做？你看到那座塔了吗？镇魔塔，封印的核心就在塔顶，但只能让金丹期及以下境界进入。仙人需通关镇魔塔，在塔顶加固封印。就这？我还以为多拿呢。镇魔塔9层是吧？轻轻松松。我跟你们讲，这塔我熟，当年闭着眼睛都能通关，跟逛自家后花园似的。你知道现在的镇魔塔是什么样子吗？300年前，仙族在时，塔中魔物最高不过金丹期。如今，第1层的守门魔将就是金丹中期。什么？天鹰宗弟子入塔试炼，最高纪录是第6层，还是那人拼得金脉尽断换来的。完了，装过头了。我以为还是当年那个新手副本呢。金丹中期守第1层，都跟我一个境界了。
这塔是吃了激素还是开了挂？去确定。怕什么？我有背包啊！仓库里那么多装备丹药，随便掏2件出来。金丹后期，不够我打的。金丹期而已，问题不大。这是床塔玉佩，若遇到致命危机捏碎，便可以被传送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副本尽有？那我背包里那么多东西呢？我的断月呢？我的流云靴呢？我攒了3年的家底呢？不是吧？这塔还带没收装备的，那我拿什么打？拿脸吗？完蛋！第1层，8至金丹中期，他应该准备捏破玉佩了。罢了，300年等来的人，若折在第1层，是天阴宗的命。我去接他出来。不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他被撕碎。等他打完。他都这样，同境界的妖兽远比人类强大，以1敌8，你就这么信他？他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到，我相信他。捏碎，出去苟活3年，3年后被邪魔弄死，拼一把，说不定还能活。以前在游戏里逃，在现实里也逃，现在无路可逃了，还能逃去哪儿？妈的，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，干了！他疯了，应该打游救战，逐个击破啊！怎么可能？第6层了。天阴宗300年来最天才的弟子也只走到第6层，你说他能闯过吗？他可是仙人，本就应该横绝无敌。金丹后期也敢走到这里？第6层了，还差3层，你挡不住我。突破金丹后期了，正好伤势恢复了。化神初期，这不是魔将残魂，这是上古魔将的真身投影。300年来，镇魔塔第9层竟已滋生出化神期的存在。我去接他。来不及了，你不过金丹初期修为，就算进去也是去送死。完了，无奈上古魔将段月，你一个金丹蝼蚁，能死在5掌下，也算不白活一场。你知道这柄剑叫什么？它也叫段月，是我会长300年前速通镇魔塔的奖励。它对魔族有伤害加成，更有一条隐藏属性，对镇魔塔最终 BOSS 伤害翻倍。换句话说，这柄剑天生就是用来杀你的。暗灭碎天掌，一剑开天。第9层过了。掌门所说的阵法核心，究竟在哪儿？
这魔塔不就9层吗？这是什么？管他呢，来都来了。这是第10层，不可能，这魔塔从来只有9层。是300年邪气凝聚，塔自己生出了第10层。放这儿，来，把那个拿过来，来放这儿。哎，林月，你能不能别缠着我了？你这种废物，哪个女人会跟你？你从来都是一个人，被忽略，被遗忘，被抛弃。你以为换了个世界就不是了？他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到，我相信他。你说的对，我以前是个人人都可以忽略的小透明，采了12万株草没人记得，死了200多次没人复活，发消息没人回，组队没人要，连我爱的人都觉得我是一坨垃圾。但那又怎样？现在外面有47个人在等我，有个傻丫头挡在掌门面前说我相信她，有个老头跪了300年把命交到我手上，还有一群人把剑举过头顶叫我宗主。我不是一个人了。别过去！你看他身后，那是雷劫中最为恐怖的99天雷。你金丹期修为，触之必亡。你们看，先祖大人面对99天雷，面不改色，岿然不动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。是啊，换做旁人，早就吓得腿软了。先祖大人果然是见过大场面的，这份定力，我等望尘莫及。我操，怎么刚出来就要遭雷劈了？就这？对了，这玩意儿有雷劫减免啊！当年会长说这玩意儿能扛雷，我还笑他瞎扯。他在干什么？此子身上必有雷劫减免的法器，但99天雷一道强过一道，岂能如此儿戏？哈哈哈哈！就这点本事，再来，再来啊！先祖大人威武，硬抗天雷，闻所未闻。还行。9道了，还有1道，收工。血色99雷劫，天玄大陆只在传说中有记载。第10道雷劫的强度，乃是前面9道之和。宗主，小心啊！这雷劫，这比前面9道加起来还粗啊！扛不住，这一道绝对扛不住。死了吗？还活着，我就知道你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到。你醒了。仙君大难不死，更破尽元婴，此乃天意。突破元婴了，这血泪没白挨。有件事本不该在你伤愈前说，但时间不等人。4宗之一，
御剑宗出事了。300年前仙族在时，御剑宗坐拥筑殿灵族，破魔魔兵皆出其手，乃是九玄大陆对抗天魔的第一战力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宗门底下镇压的也是最强的邪魔。但仙族飞升后，注视灵族血脉日渐稀薄，200年未出一人。如今封印大阵退位，魔气席卷全宗，不知情况如何？现在就去。不可！宗主，你重伤初愈，那道血雷差点把你劈成江滩，你忘了？夫君，我跟你去。天阴宗有克制魔气的秘法。谁是你夫君？婚约还没成，别叫这么顺口。哦，那林公子总行了吧？倒是白鹿姑娘，金丹初期的修为，去了是保护宗主，还是给宗主当包袱？绿茶女，醋坛子。那就一起去。这里发生了，找活口。死！等等，他要杀你。他停下了。叶宁，叶宁是谁？御剑宗掌门叶不寒的关门弟子，铸剑灵族200年唯一的血脉。你为什么要刺杀我们？御剑宗发生了什么？3天前，封印大阵裂了一道缝。师父说，加固封印需要3天，让我们守好山门。天魔没来，但魔气从大阵中泄露出来了。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金丹以下的师弟师妹最先扛不住，师父撑到了最后，他把所有灵力灌进护体剑阵，把我锁在里面。隔着剑壁，我看见他转过来对我笑了一下，他说：“阿宁，你一定可以。”可我不可以，我亲眼看着他们被魔气侵蚀，自相残杀，他们都死了。你师父用命换你活，你拿死还他。那你告诉我怎么活？3700人全死了，连给他们收尸都做不到，拿什么活？拿他们的名字活。你死了，叶不寒是谁？你师姐是谁？3700条命，最后一个记得的人都没了，那才叫真死了。你师父最后一句话，不是替他们死，是你一定可以。你要带他们活下去。御剑宗人呢？都死完了。你是谁？圣火宗少宗主夏侯征，听闻御剑宗遭劫，特来除手。来晚了，可惜。既然御剑宗已无活口，那御剑宗宝库内的智慧便由圣火宗代为保护。你敢！一个连金丹都未凝聚的废物，也想拦本座？让开！本座只取宝，不杀人。这是我御剑宗的东西，你一样也拿不走。找死！他说了，你一样也拿不走。怎么可能？我元婴后期的修为怎么会挣脱不开你的手？挣完了。有意思，一个元婴初期带个金丹初期，一个金丹都不到的废物，还有一个刚突破金丹后期，4个加一起够本座一个人打的吗？青云宗林月，最近你的名字传得挺响，仙族将士弹指灭血力，那是你没遇到我。血力那种货色，本座也能弹指灭，你唬得住别人，唬不住我。今日御剑宗的东西，本座取定了，你拦不住。怎么可能？元婴初期怎会有这等威压？不可能！元婴初期怎会有这等威压？
你身上到底带了什么法宝？仙族至宝，你身上定有仙族至宝。本座乃圣火宗少宗主，我父圣火真人执掌一宗。你将宝物奉上，今日本座可以既往不咎。圣火宗，300年前，青云宗外门有个执事弟子，专司山门批布，晨钟暮鼓，道号是青云宗赐的，腰牌跟内门弟子一个规制，编号073。后来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，叫圣火真人。说好听些叫外门执事，说直白些就是给青云宗看大门的。巧了，天音宗典籍里恰好也记着这一笔。仙族飞升后，圣火宗一夜之间自立门户，走的时候顺手带走了青云宗一件仙族遗宝。这300年圣火宗的基业，便是靠那件宝物撑起来的。说穿了，老东家前脚飞升，看门的后脚便卷了传家宝跑了。是贼！住口！300年旧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来。轮不到我？青云宗宗主站在你面前，你说轮不到我？你圣火宗祖上给青云宗看门，趁仙族飞升窃宝而逃，就凭你，也配这样跟我讲话？少峰主，正事要紧。若拿不到筑县灵族的至宝回去加固封印，7日后邪魔破开封禁，圣火宗的下场便是下一个御剑圈。是我冒犯了。圣火宗山下也镇着一尊邪魔，封印即将破碎。我此番前来并非趁火打劫，铸剑灵族200年未出一人，凌霄剑便是世间最后一把能镇压邪魔的破魔神兵。若让他在此蒙尘，不如借我带回圣火宗，救3000条性命。方才多有得罪，请林宗主不计前嫌。你要借凌霄剑？是。7日之内，封印若不能加固，圣火宗便没了。你求错人了。凌霄剑是御剑宗的镇宗之宝，你要借，该问的人不是我。这位是御剑宗掌门叶宁叶宗主，凌霄剑的主人。御剑宗3700条命埋在脚下，掌门还站在这里。你要借剑，就问他借。叶宗主，圣火宗3000弟子命悬一线，请借凌霄剑一用。我不行的。你是御剑宗掌门，你说行就行。这声宗主不是他施舍的，是你刚刚为御剑宗站出来。御剑宗3700名弟子在你背后看着，你现在就是御剑宗宗主。凌霄剑可以借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请讲。御剑宗底下的邪魔还没解决，先帮我们镇压此处的封印。事成之后，我跟你去圣火宗。成交。宗主，他的眼神不对。我知道，认错认得那么快，眼神却在算账。那他……先看他眼，镇压封印是正事，他若老实便罢，若不老实，段月还没引够血。凌霄剑，铸剑灵族的最后一把破魔神兵，拯救我圣火宗的机会就在这里了。这柄神剑是我的了！住手！凌霄剑是阵眼，你直接拔剑，封印瞬间崩塌，底下镇压的邪魔会要了所有人的命。聒噪！夏侯征，刚才在外面没被打够。刚才在外面，哼，林月，你以为我刚才低头是因为怕你？我忍你，不是因为你那点元婴初期的修为，是因为凌霄剑还没找到，剑在宝库里，宝库的钥匙是那个废物，他要是不肯交，我硬抢也未必抢得到手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凌霄剑就在我手里。你说圣火宗祖上是给青云宗看门的，行，我认，但那又怎样？300年河东，300年河西，老东家非洲了，留下的东西
谁拿到就是谁。我这边4个元婴后期，还有至宝在手。你一个元婴初期2个金丹，加上一个废物。林月，我就问一句，你现在拿什么跟我打？你可以试试。方才在山门外，你跟我翻旧账，翻得很痛快是吧？青云宗宗主，仙族降世。你若真是仙族，方才那一步就该把我吓死。可惜你不是。仙族哪个不是化神期的修士？哪是你一个元婴修士可以碰瓷？我给你指条活路，你身上那件能炸出威压的仙族遗宝交出来，还有你身后那2个女人，把空间法器也一并呈上。今日我便放你们活着离开这地宫。若是不交，我就只好自己取了。把你们全杀了，东西一样是我的。事后跟外界说一声，玉仙尊遭天魔灭门，青云宗林宗主前来救援，力战不敌，与邪魔同归于尽。悲壮，悲壮的很。正道会给你立碑的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交还是不交？不交，冥顽不灵。那便死！就这，方才在山门外一步震退我的本事呢？你话太多了。我圣火宗300年的账，今天清算。林宗主只是元婴初期，差了整整2个小境界。他的实力从来不是用境界来量的。血焰焚天斩！糟了，当年夏侯征就是用这一招，一击连斩17名同境高手，一战成名。现在他手里还有凌霄剑，林宗主危险，我们得……他不需要。你就这么看着？你不是他的剑士吗？我是他的剑士，所以我比谁都清楚，他还没认真。他不是在退，他是在看。看夏侯征的剑，退了3步，每一步都在量他的剑速和落点。看什么？竟然真的闪过了！我说了，你不是普通的元婴初期，你也不是什么像样的元婴后期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全力一击！大日灭世斩！糟了，灵力波动太大，封印破了。就这，你们1个2个吓得脸都白了。我还以为底下压的是什么上古魔君，结果就是个化神期。化神期还不够，我师父化神巅峰，在这东西面前撑不过半天。那是因为你师父修行没到位。化神天魔又如何？有破魔神兵在手，越级斩魔不过一剑之事。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大日灭世斩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大日灭世斩是我的最强一击，这不可能！化神期，我也不是没战过。凌霄剑在手，我怎么可能？小宗主，一阵一阵，圣火自向虎山！可能铸剑灵族死。叶宁，凤鸣斩！蝼蚁，找死！
断月裂苍穹。宗主，正好，凌霄碎苍穹。凌霄剑碎了，你们全都得死！凌霄剑碎了，碎了，铸剑灵族最后一把破魔神兵碎了。没用的，没有人是天魔的对手，大家都得死在这里。正道、魔道、青云宗、圣火宗都一个下场。你闭嘴！闭嘴！我说的不是实话。你师父死了，你师姐死了，3700条命死绝了，最后的剑也碎了。你告诉我，还能拿什么打？宗主，我断后，你快走。剑碎了，人还在。宗主，没有破魔神兵，你的剑伤不了他。我断后，你带他们走。断月也有破魔属性，况且哪有宗主躲在剑屏身后的道理？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。这就是讲道理的时候。我不走。还有没有别的破魔神兵？御剑宗不止一境凌霄剑。没有了，凌霄剑是最后一把。主关灵族200年未出一人，能铸破魔神兵的人已经死绝了。叶宁，凌霄剑碎了，但你还在。你就是筑县灵族200年唯一觉醒的血脉，你的灵焰还在，断月还在，给断月附魔。我做不到，我试过200年，每一天从鸡鸣到月落，淬火、附灵、镇魂，师父把能教的全都教了，可我一次都没有成功过。附魔、灵刺，师弟师妹们入门50年就能在法器上刻出破魔镇纹，随便另一个都比我强。御剑宗3700人，就剩你一个。你跟我说你什么都试了，什么都没成行，我信。但你师父最后对你说的是，你一定可以，不是你一定能觉醒。你师父把命给你，不是因为你将来能觉醒，是因为你是叶宁，200年鸡鸣练到月落，你撑下来了，他就信你。再来。别急，你练了200年，不差这几息，慢慢来，我还能撑。我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知道我第一次替宗门守封印的时候，灵力撑了多久吗？不到1炷香，我师父撑着的时候能撑3天。我当时想，完了，天音宗等了300年，又等来一个废物圣女。后来我学会了，想着3天的时候连1炷香都撑不住，只想着下一息的时候反而撑到了天亮。别想附魔，别想天魔，别想3700条命，只想下一息，把你指尖的火再点燃一息。白鹿，在他们退！寂灭万魂葬。